好，现在 GPT-4o 图像生成的功能应该大家都在玩。那我看网络上很多人都在生成这个吉普力风格的图，或者像很多这种公仔的照片哦。但是我看到很多人的使用方式，在下面都会有人回复说，这个咒语是什么？这个东西应该怎么生成？所以我发现呢，很多人其实都知道有这个工具，但是在去使用它的时候，会不知道要怎么去询问它。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就有非常多不同的使用案例，而且最简单、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我可以教大家如何不用知道这些咒语，也可以完全从0到1让 AI 去帮你想出来并生成出来。所以不要单纯把它看成一个很厉害图像生成 AI， 同时要知道说 ChatGPT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AI 助理。那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当个惯老板，直接让这个 AI 助理帮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就仿佛真正有一个贴身的助理、贴身的设计顾问。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好，那我们从第一步文青咖啡厅的菜单设计开始。首先我提问的方式，我可以让他说我现在有一个文青咖啡厅相关的专案，那我相关的事项想跟他讨论，就一句这么简单的话，我就让这个 AI 助理帮我去设想到所有需要想的地方。那大家可以看到他直接的回答就直接跟我说，他会问我这个菜单风格的定位应该从什么角度去切入，然后菜单分类的规划里面要有什么餐点、咖啡类、茶类、点心等等。那这个菜单呈现的方式是桌上呢，还是有 QR code， 还是有一个面板的菜单？那甚至是文案的语气、品项的命名，他都会先帮你分类归纳清楚，所以你只要照这个步骤去回答就好。那这边我开启 ChatGPT 的语音功能，直接跟他说我需要简约的设计，然后有一些淡雅的绿色调，饮料帮我规划大约8款咖啡与茶、5款甜点，那价格在80到120元之间。那或者是他可以依照台湾目前现有市价的价格去抓一个基准出来。那我还希望这菜单上面有一些手绘的图来显示这些饮料还有点心。那这种时候呢，他会先列出来这个菜单上可能需要有的品项。那在这个之中，不管是在这细项啊、价格、品项的名字，你要去调整，都可以直接跟他说。那可以看到他的饮料跟甜点价格跟这些说明都已经帮我规划好。那设计也直接给我一些建议，不管是它的色调还有它的字体。好，那这个部分我觉得 OK 之后，我就想说，那我这个店的名称叫什么？我可以直接跟 AI 说，给我5个偏日式名称的选项。那非常快它就会列出来。那这种时候你只要从中挑一个，它会跟你说，我们选这个品名之后，需不需要帮你生成一个 logo？ 那需要有 logo 的话，它应该要是什么样的设计？那我看它的介绍之后，我觉得这样的方向是 OK， 我就直接叫它把 logo 跟菜单一起生成出来。好，你看这边生成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说很多的品名它都直接用日文显示哦，所以我就暂停它，跟它说品项的名称我希望用日式风格的字体，但是在语言部分我还是希望用繁体中文。那最后大家就可以看到，它把这个 logo 排版还有这些饮料啊、茶点、甜点部分都分得非常清楚。那甚至是饮料之间的这个介绍，它里面有显示得非常清楚。那我个人觉得其实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那我总共用了跟他讲的话可能还不到100个字。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让 AI 变成你的助手，然后你变成一个惯老板，只要直接跟他讲任何发想、想法、排版都直接交给他去做。那你可能看到这样的菜单觉得稍微有点单调，是不是想要有一些不同的风格？像很多人使用 AI 的方式可能会去找好一些风格、色调，然后让它慢慢的去改。那当然这样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我真的非常懒，我就直接说你建议我几个不同的风格，我想试试看。那这种时候你看 AI 就直接生成了5个不一样的风格，问我说哪一个我觉得比较偏好或喜欢。如果都没有的话，你可以再让它另外生成5个风格。这边我的回答也非常的简约，我看到一个风格我觉得可以，我就直接打1好，这样就好了。然后你看它就马上帮我改成一个手绘版的菜单，然后连 logo 都直接帮我上色。那这个总共前后的步骤，当然除了等图时间稍微久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我回答的部分甚至思考的部分几乎是趋于0，我完全让 ChatGPT 去帮我思考，给我所有设计的建议跟想法。好，那下个部分我想可能是一个学校的家长或老师，那我可能我的班上想要贴一些交通安全的宣导，过马路要停看听啊、看红灯这些相关的海报，希望让小朋友可以非常轻易的看到图像就知道什么意思。这边跟他说我们可以来讨论几种不同的这种交通安全标语的方式还有沟通的方向，那请他提供建议给我，选了几个方向给我，我再决定要从哪个开始生成。非常快的 AI 就已经生成3个不同的标语跟不同的交通安全风格。那当我选好一个方向之后，他也会直接建议我几个不同的插图的方向，连里面的这个插图海报的内容都是已经帮我先想好。那我就可以从回答中叫他一张一张开始生成。可以看到第1张停看听这个部分大致上已经生成好，我觉得这个图像大致上也 OK， 除了最后这些字样的部分可以微做调整，那大致上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可用的图像，你做一些裁切啊调整就可以直接印出来使用。那我接着让它生成它第2个建议的图，车应该礼让人，然后旁边有个警察跟他招手。那还有第3张插图的建议，小朋友在过斑马线的
的时候不应该看手机，应该牵着大人的手安全的过马路，然后看着路况。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像都可以直接让它生成出来。那下个部分呢，比如说我现在家里有个空房间，我想要把它规划成我自己家里使用的设计工作室，那我一样直接跟 AI 去提出这个需求，说在家里设计一个7坪大的房间，要重新装潢成我的设计工作室，那有没有一些建议和范例可以直接提供给我？所以你看我短短的2句话，他就直接帮我去做所有的规划建议啊，坪数怎么利用啊，空间怎么利用这些收纳，那光线上面的建议也都会直接跟我讲清楚。那甚至在装潢上的风格有北欧啊、日式工业风、无印风，那甚至你看到这些你觉得想要混搭，也可以直接跟他讲。那在风格实际的案例上面呢，他也给你一些关键字，让你上 Pinterest 或者是 Instagram 直接做搜寻。那我就可以直接说，用以上你搜寻到的这些案例啊、这些图示，可以当做参考，帮我规划一个7坪的工作室。那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这些规划主要工作区、大约的大小、桌子应该怎么摆放，甚至到它的色调建议、它里面的家具基本的选项，那是 IKEA 什么这些牌子，他们上面都会把它写上去。那这个算还非常的细节啦。那我就直接回复的时候打我要选哪个号码，这样就好。但我看到之后，我觉得好像墙面有点单调。我说你会觉得墙面有点单调，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让墙面上看起来可以不要那么单调？这种时候他也同时给我非常多不同建议的方式。那我听到说，我觉得这个分割墙的建议还不错，那就马上帮我生成一个图像出来。好，那它非常快的生成出来之后，那我说我希望一个从45度角拍摄的照片。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像基本上都里面的家具看起来几乎都是一模一样，但只是拍摄的角度上有点差异，它可以马上改过来。所以这个在你可能要设计空间，想要多一点参考性，你想要有一些案子啊，或是一个大方向，可以想说这些东西要怎么去设计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好，那下个部分，比如说你现在可能要开一间水煮餐的餐厅，那可能需要制作一些宣传的传单还有海报。那这种时候我可以直接也可以让 ChatGPT 刚刚说给我一些排版上面的建议。那这边非常厉害，它当然除了风格上面的建议啊，照片应该怎么拍，那甚至细项到海报的尺寸之外，它连排版 logo 这些东西都已经完全帮我安排好了。当我看觉得它的排版这些建议都还不错，我就可以直接叫它说好，那你马上帮我生成一张出来。那大家看到这样的结果，其实基本上算是非常的堪用了。你可能在一些细项的字啊，自己在做一些修改。那如果你今天是已经有一个设计师，或是对这些东西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你直接用这个方式去开始去拍摄、去修改也是非常的容易。那这样我看了觉得可能有点稍微的单调，算是非常的干净。然后说我想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同的风格，那我就直接短短一句话说给我一些不同风格的建议，我也不用指定说要哪一种，因为我现在也还没想到那么多，我也不用上网去找资料，他马上给我几个像是疗愈系手绘风啊、高冷健身风、台味朴质风。我觉得疗愈系手绘风好像还不错，那他就直接就是帮我生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同风格，但是内容啊还有这些宣传的字大致上都一样的一个全新的传单跟海报。那甚至它生成之后还会再跟你讲更多，如果你要更多像是手写菜单啊、贴纸风的这些集点卡，它都可以一次帮你规划，所以这个是不是真的非常的方便？好，那下一个很多人在问，当然就是这个 LINE 图贴啦。以前做 LINE 图贴，你可能要去上网去搜寻，去 Google 说，这个图贴的尺寸啊、规格啊、档案应该怎么样，然后你应该设计几种，然后再慢慢的，不管是找人设计，或是自己慢慢的去排版设计这个人物出来。那现在我就直接开口跟他讲说，我要设计一些 LINE 的图贴，可以先理清一下他们需求的规格。那当你都知道这些风格的需求，当你知道这些规格之后，我们再来理清我们要选什么风格。短短一句话，他就直接跟我说，LINE 的图贴分成几种。那如果你是要聊天用的图贴，它尺寸跟档案的格式是怎么样？那甚至档案大小的限制，像是 LINE 的这些图贴的规范，它也全部都先帮你列出来。那我刚刚有提到说嘛，风格也要帮我理清，所以他下一步就直接跟我理清说，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风格？你主角画风是什么？整体需不需要加入文字？那是不是要繁体中文、简体中文？这边因为我先前已经有请他生成一个像是七龙珠画风的苹果爹的这个造型，那我就想要用这个风格、这个角色基本上已经设计好，那也是 ChatGPT 生成的。然后我就请他先规划出可能6个不一样的图贴，然后上面有不一样的字，是苹果相关、果粉相关的这些字样，可以增加大家的互动性。那这种时候看得非常快，他连设计这个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先生了这有点像是我先冲了的意思啊，好像说别人你还没有更新 iOS， 那我先冲了。我有 AirDrop 这个梗，他也知道，因为苹果用户嘛，常常跟 Android 用户说你没有 AirDrop， 我有。这些图贴里面这些梗，他都已经先帮你想好，你连自己去 Google 都不用。那我除了第一个觉得说我先生了，应该改成我先冲了，其他我认为都 OK。那你讲完之后，它也会自动帮你改好。那改好之后，你就跟他说好，那现在可以生成。那你要的格式就可以用它刚刚上面已经列出来给你的方式直接打给他。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数量稍微有点错，它只先生了一个，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看。那更厉害的，大家可以看到，它因为已经知道说它是要用 PNG 档，然后用透明的背景，因为这个就是 LINE 图贴格式的需求。它帮我生成的时候，对比以前其他所有这些生成图样的 AI 工具，它可以直接生成 PNG 档。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我来试试看它可不可以一次生成6个，然后就给它上面上述给我所有的这些建议，我就把它 copy paste， 然后跟它一样，已经全部就直接帮你生成出来。那这个图你再去做分割，就可以直接上传到 LINE 上面去当成图贴去卖。好，所以现在 LINE 图贴的生成速度变得非常快，而且你看上面这个风格啊，还有这些字的生成，基本上就是完全直接可以用的状态。所以大家看以上教学，有没有觉得真的是超级简单？那不止你完全不需要会这些咒语，我们大概需要改变一下我们使用的逻辑啊。可能一开始 AI 在出来的时候，很依赖我们给的咒语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既然它已经这么厉害，它已经知道说 AI 自己本身要接受的咒语应该是什么，那你不如从零到有都直接让 AI 去帮你想，那我们就可以真正当一个惯老板，让他帮我们做完所有的工作。那这样整体下来，你学会怎么使用它呢？其实你时间成本就会省下不少。好了，希望今天这样快速教学影片对大家有点帮助。那我觉得今天不管任何领域，只要直接知道说我要怎么使用它，让它去帮你工作，都应该可以对你不管是生活跟工作上有很大的帮助。OK， 好，那大家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在下面一起留言聊天，或是分享你们的使用方式。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店，我们下次影片见，拜。